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講到養貓，唔少人可能都會特別鍾意養貓仔，因為總係想親身見證佢哋嘅成長，希望成為佢哋生命中唯一嘅摯愛。而且普遍嚟講，總係覺得貓仔某程度上會比較易教，深信只要透過努力同有耐性，最終都可以將佢哋塑造成心目中最理想嗰隻貓咯。今集我哋想首先同大家分享下，針對8個星期以上嘅幼貓喺成長階段中最關鍵嘅健康資訊，特別係一啲唔太主流，甚至有多少爭議性嘅觀點，包括幼貓糧嘅必要性、餵食方法、營養嘅定義同埋獸醫嘅建議等等，希望透過唔同角度俾大家多一個參考。始終做貓仔嘅機會就只有一次，如果能夠喺短短嘅黃金期內為佢哋健康長壽打好基礎，又有邊個主人唔想做到最好呢？如果你係第一次接觸我哋呢個頻道，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只可以持續向前。幼貓糧的必要性。有講法話，而家啲貓糧得3成係科學，7成係 marketing， 你又信唔信呢？喺自然界嘅野外環境，從來都冇分邊啲係俾貓仔定係成貓食噶啦。捉下雀仔、老鼠，甚至食下菜渣，咪一樣可以健康成長。但今日家貓嘅生活環境始終唔同晒，甚至有啲基因本身都有問題。如果真係用商業配方嘅成貓糧嚟餵貓，入面嘅蛋白質、脂肪同營養比例未必足夠噶，可能仲會搞到發育不良。當然，如果只係短期應急，食1-2個星期都冇乜大問題嘅。不過市面上揀得落手嘅貓糧選擇唔算多，價錢又普遍偏貴，而且大多數都係以雞肉為主。有部分主人更反映懷疑雞肉似乎好易令到貓仔肚脹、放屁、腸胃唔舒服咁，唔知究竟係雞蛋白定係啲副產品有問題呢？所以最穩陣嘅做法，可能就係趁佢哋細個嘅時候，多啲俾佢哋試下唔同嘅蛋白來源，避免長期淨係食同一款嘢食啦。咁樣可以減低敏感風險，仲訓練到佢哋咩都肯食，之後轉糧都會容易好多噶。另外，其實都可以揀啲標明適合所有生命週期配方嘅乾糧或者濕罐，一樣都啱貓仔食噶，唔一定要執着係幼貓糧嘅。記住唔好額外再加維他命補充劑咁，因為過量攝取反而有機會中毒，嚴重嘅仲可能會有生命危險。雖然嚴格嚟講，濕糧始終比乾糧健康，可以睇返呢條片做參考。但最終都係要睇主人嘅能力同貓仔嘅口味。有啲貓真係好抗拒濕糧噶，就千祈唔好逼佢，唔值得為咗咁搞到佢病埋。如果貓仔因為某啲原因唔肯食嘢，最緊要都係餵啲佢肯食嘅，有嘢食點都好過挨餓啦。餵食分量與次數。成長緊嘅貓仔需要熱量係成貓嘅2至3倍，食得夠先可以健康成長。大部分幼貓食慾唔算穩定，建議每日餵5餐以上咯，直到佢哋唔會再咁頻密想食嘢為止。呢個時候，貓仔想食幾多就幾多啦。但為咗防止佢哋食得太急嘔翻出嚟，可以考慮用慢食碗或者慢食墊。你可以先磅下貓仔嘅體重，再根據每日建議食量分開幾餐去餵。餵完1餐之後，如果佢仲肚餓，可以逐步每次加多大約1/5嘅份量，觀察下佢幾時食飽，幾時唔再肚餓，就可以調整翻每餐嘅份量啦。留意貓仔每日嘅食量都有機會唔同嘅，有時會突然好肚餓，因為佢哋可能會突然大得好快，呢個時候就要額外加餐啦。當然，餵咩糧都好影響佢哋嘅飽肚感，肉含量高、少添加物嘅糧，貓仔食少啲都夠飽。相反，啲平價糧可能就要食多好多先覺得夠。一般貓仔大約14至16個月大時，食量就會開始慢慢減少，但體重仍然會繼續上升。所以頭12個月真係唔使太擔心自己會餵多咗。記住，貓仔嘅成長期好短，呢個時間唔需要刻意限制食量，只要佢冇明顯過重又夠健康活躍，就唔使太擔心啦。等到佢成年後，新陳代謝自然會減慢。
到時再調整返餵食習慣都仲嚟得切㗎。營養的定義，無可否認，近年可以接觸到嘅營養寵物資訊越嚟越多，但當中有唔少非主流嘅觀點，其實都幾值得大家反思下。如果營養建議真係以貓嘅健康為本，點解獸醫成日話乾糧冇問題嘅？推薦食處方糧之前，又有冇因應體質、病歷、驗血確認過其實需唔需要呢？依家市場嚟嚟去去都得嗰幾款配方，咁就當適合晒所有嘅貓。要知道，貓最常見嘅死因之一係慢性腎衰竭，主因係長期脫水。以前嘅貓就話會靠捉雀仔、老鼠嚟攝取水分，但而家啲家貓大多數都淨係食乾糧，好少主動飲水，亦都飲唔夠水。長期缺水又點會冇影響呢？到當主人好想認真同隻貓仔揀糧嘅時候，諗住揾啲唔係雞肉、冇豆類、穀物、卡拉膠、玉米或者薯仔等，結果發現根本好難完全備得晒。再加埋好多貓糧，就算寫明喺邊度製造，但原材料其實喺第二度地方嚟嘅，但又唔會講清楚俾你知咯。而且一講到想轉去餵貓仔食生肉啦，無論主流獸醫同媒體就會提到一大堆風險，好似買又驚污染，自製又話唔夠營養。但其實貓嘅胃酸 pH 值比人類強成10倍，本身就係為咗消化生肉同殺菌。相反，長期食埋太多穀物、高碳水或者植物蛋白，會令到胃酸分泌減少，影響消化同吸收。貓其實係純肉食動物嚟嘅，唔係靠食植物或者穀物就可以補充到佢哋要嘅營養㗎。如果真係講到危險，不如睇返加工糧喺過去10年相關嘅大型新聞事件。由大約9年前，美國最大型寵物食品廠房就被揭發有成幾百萬隻曱甴。喺2021年，英國一間經營多年、信譽唔差嘅乾糧品牌，被懷疑導致300幾隻貓死亡。去到2023年，又有另一間大型廠商嘅旗下品牌捲入咗大約200幾宗懷疑導致貓狗死亡嘅事件。而近年喺香港、台灣，更有唔少主人懷疑另一款乾糧品牌導致隻貓食完有嘔吐、腹瀉，甚至血便。喺 Threads 上面到而家都仲有人講緊。要搞清楚，其實好多召回事件都只係靠抽查或者要有人投訴先有人跟進咯。甚至有唔少大型品牌仲會突然自動落架，完全唔會交代原因㗎。既然連人類嘅食物都有機會出事，寵物食品可以有唔同待遇，你會相信寵物食品廠商真係會以貓嘅健康為先嗎？總括嚟講，如果你真係好想親眼見證隻貓點樣成長，好想由貓仔開始養起嘅話，你就要記住，有貓就好似人類嘅 BB 咁，基本上日日都要你陪，佢哋真係會好黐你，成日會撩你玩，甚至搞到你可能每日冇覺好瞓，仲可能會破壞屋企嘅嘢添。如果你係一個好緊張個人物品同家私嘅人，唔想經歷呢段崩潰期嘅話，不如考慮去收容所睇下啦。成年貓通常會冷靜好多㗎，照顧起嚟會相對容易。所以你要諗清楚，到底想要個鍾意你摸下、嗲下你嘅伴侶，定係一個可以同你成日玩嘅玩伴呢？無論點都好，祝你好運。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每個留言對呢個頻道嚟講都係無價，仲有機會真係幫到其他主人添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，同多啲向身邊鍾意貓貓嘅人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